嘿，大家好，我是石宇。我们今天继续《布鲁阿卡蔚蓝档案》。就像大多数其他二次元手游一样，布鲁阿卡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 SSR 出现概率翻倍的卡池。就像大多数其他二次元手游一样，布鲁阿卡也有限定角色不出现在恒常卡池里。同样的，就像大多数其他二次元手游一样，布鲁阿卡的限定角色在强度设计上要比恒常角色的数学模型高出一个等级的角色是存在的啊，并不是所有限定都很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啊，各个游戏运营为了圈钱，我是说为了拉动地球消费以及经济发展啊，真是煞费苦心，给他们鼓鼓掌。自然而然的，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只有新人老师才有的特权，没错，那就是刷初始号。日语管这个刷初始号啊叫做リセマラ啊，它是一个缩写，全称呢是リセットマラソン。听也能听出来啊，它是一个英语词，叫 Reset Marathon。Reset 重置 ，Marathon 就是马拉松啊，重置马拉松是不是很生动形象啊？这也是诸多日本人发明的英语词之一啊。其他的著名日式英语词，可能我猜比较出名的啊，就是 OK 这个词的反义词啊，日本人叫 NG， 什么意思呢 ？No good。好吧 ，No good。据说真的有很多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个正式的英语表达，然后跟英国人、美国人这么说啊，导致人家都听不懂之类的啊。好了，扯远了。总之，今天是1月31号，在今天日服刚刚结束了米卡和瓦卡莫以及泳装大叔的 UP， 同时呢，国际服又开始了瓦卡莫和泳装大叔的 UP。这是什么新的绕口令吗？这两个都是超强力角色，再加上 Face 卡池是半年一度的6%的 SSR 翻倍啊。结论就是现在是最棒的刷初始号的时候。各位还在观望的新人老师，心动不如行动啊！错过了这个村，真的就要等半年才有这个店了。于是今天就来为大家介绍，在这个卡池中刷初始，你刷到哪一些角色就可以收手，甚至可以让一些老手老师也羡慕的流泪的状态下开始游戏。我们先说结论，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6%的池子双 pick up 全出的难度其实并不高，所以能要的话呢，肯定是全都要。但是不管是现实中的什么原因，有些老师他这个时间不够啊，非要挑一个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是泳装大叔。泳装 Hoshino 是一个面对红色 BOSS 时的特工 buffer， 当你这么认为的时候，那就错了。事实上，他的能力不仅仅如此。大叔的大招增加自身周围，包括自身所有队友的爆发特工，本来克制属性是200%，有了特工之后会在200%以上再次增加这个特工的数值，因此乍一看它是个打红色 buff 的强力辅助，但是它同时也是可以加攻击、加回费，而且这个攻击 buff 和其他诸多攻击 buff 可以叠加。这两个可是非红色对手都适用的加成。在这个游戏中啊，回费速度就是命。喜玛丽为什么强啊？是因为它有狱卒软色情吗？好，这个也很重要。可还是因为啊，它能无条件的加回费。切里诺为什么强呢？因为它能加回费。蔚蓝档案费用就是命啊。加攻击加回费，只看这2点 Hoshino 已经很优秀了，何况还加了特工，成为红色战斗当仁不让的人权。顺带一提啊，上次我说米卡是这个游戏第一次大数据膨胀的元凶首恶，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私心想要欺负他的。因为如果说米卡是10分的数据膨胀，这个游戏第一次膨胀的话呢，那么当年大叔的登场至少是8分，可以说是第0次膨胀了。更何况大叔本来就是坦克，因此很硬，你带他上场不需要担心他的生存问题，让你在前期有限的奶力能够照顾到更加需要的角色身上。泳装星野真的不愧是初始也强，中期也强，成熟期强到就算不是红色队伍你也会考虑派上场的本游戏真正的人权之一啊！如果你脸黑到次刷初始只能刷出一个 SSR 的情况，那么就他吧，就大叔吧，而且大叔很可爱的，以及我少有的正经的不用下体思考来说一句话啊，就是读了第1章对策委员会的剧情的话，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想要大叔了。布鲁阿卡这个游戏的闪光点之一就是这些角色他们的内在塑造。下面是瓦卡莫，跟踪狂、破坏旁、狐狸，同样是限定角色，强力人狠话不多，理由就2个：1高火力，2对 BOSS 特工。
由于4技能对 BOSS 有加成的同时，他的大招本身就是一个高倍率的单体伤害，同时给一个10秒钟的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内你对 BOSS 的伤害越多，在10秒结束后会结算，再次造成越多的伤害。作为限定角色中的模型来讲，中规中矩，也就是说比普通角色的模型要超模这样一个定位。只不过呢，在10秒内你要把其他伤害技能都尽可能多的砸出来，这个也是需要费用的。再次感觉到了费用的重要性了，是吧？说起这个若早我其实还想提一个梗。活动中和 Wakamo 战斗的时候，老师对这个 Kirino 捅奶的台词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总感觉这样的记忆并不是一回。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运营为玩家们准备的自嘲用的台词，因为大家刷初始每次都要看到若早已经肯定不是一回了。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为了什么轮回剧情而做的铺垫，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吧。即使这些隐含的意思都没有，单纯的这种既视感déjà vu，大家日常生活中呢也会有，所以老师这么说出口也很正常，所以当做普通台词来解释也是无妨的。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布鲁阿卡这种打破次元壁的台词或者说有着打破次元壁嫌疑的台词，其实已经不止一次了。第一章老师在建那个黑符的时候拿出的那个 Otonano Card 大人的卡片也是如此。其实这些小细节、小梗、小彩蛋，布鲁阿卡之中非常的多。我之后打算好好总结一下然后做一个专题跟大家分享，请敬请期待了。剩下呢就是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是常驻角色，因此呢并不着急必须要出。但是如果咱们单论强度的话，左上角那2位才是全游戏最高，这边呢就要看大家自己的取舍了。第一排第3个是切里诺，仅靠他一个人呢就能增加回飞速度，如果你队伍里还有其他毛熊学院的学生呢，那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回飞速度。只要有回费就是强技能，就是强力角色，在这个游戏目前为止是不变的真理。所以它也是一个前期、中期、后期都能完完全全派得上用场，甚至很强力，在别的属性的队伍里都能当外挂这么一种存在的，所以早期抽到肯定不亏，而且很有用。第一排第4个就是众所周知的伊罗哈如果你看了我上一期节目呢，你可能也会去搜一搜他的本子。伊罗哈的推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运营为了改变大家对 Tactical Support这个职业一无是处的看法不过他出来之前 Tactical Support 确实是一无是处，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只不过呢，这个伊罗哈可能用力过猛，把其他所有人都不能打的份儿，自己全都变得能打了。他虽然是一个后排，但是他可以上场，就跟其他 Tactical Support 一样。他上场之后呢，有非常强力的又能打 AOE， 但是单体伤害也完全不俗的他的坦克主炮。在副本里，它可以用来清兵。而且最强力的是，他在对人竞技场中，也就是官方名称战术对抗战中，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你看那些上位的战术对抗战中的玩家，一般来讲，他的出场率是相当高的。再之后是小春，小春的大招是一个灵活性极其高的大招，如果打到自己人身上是回血，如果打到敌人身上呢是造成伤害。而且他的大招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几乎可以一击把所有的障碍物全都给炸烂的这么一个攻击类型。其实破坏障碍物也是有攻击类型的，大家看相克表中应该可以留意到。因此从各个角度上来说，小春都是一个能够让你的攻略变得更加的圆滑，增加你的容错率的这么一个角色。在后期呢，它也是有一定的出场率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很多时候我并不想追求极限，我只是想稳着走的这么个类型的老师，小春一直都有自己的发挥余地。下一个是迅，作为很少见的山海经中的角色，迅它的定位特别的特殊，几乎你目前为止只能在竞技场里边看到它了。在原来总力战一开始还会让它来提费，只不过呢现在有更多的选择之后，它在总力战就不怎么出现了。但在竞技场这个争分夺秒要费用要开技能开大招的这么个环境迅依旧是大家场上的常客。下面是V 的大招可以让你的其他的角色某一个角色它的大招的费用减半，当然了，如果要是有小数点的话呢，是要向上取整的。它是一个泛用性很强的角色，你如果有其他的一些比
比较可以打，但是呢可能费用比较重，或者有一些种种的缺陷的普普通通的那些3星或者甚至是2星1星，如果你有他们，只不过呢缺乏配合的话，无畏都可以和他们很好的配合，所以在初始号的时候啊，无畏也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的学生的选择。再下一个，我把 Kokona 拿出来。Kokona 其实在后期并不怎么强，只不过它在前期啊，它的低费用的大可以同时给自己以及另外一个盟友回血，是除了小春以外一个相当不错的奶妈角色了。这个游戏专职的奶妈并不多，即使是小春这种最强力的奶妈，它也是可以打输出的这种位置。毕竟你能上场的角色只有4个，后排2个也没法上场，所以每一个位置都很珍贵。所以游戏设计上呢，也不能让这个奶妈太多或者太占位置。因此奶妈角色本来就不多， Kokona 在不多的奶妈中啊，已经算是很出色的了。下面是温泉 Nodoka， 相信我，这张脸你迟早会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经常在你竞技场打的对方只剩1个人的时候，经常可能是Yuka或者是 Tsubaki， 然后就会蹦出来这么一个温泉 Nodoka。只要是在 Nodoka 身边的角色几乎是死不了的，他不断的给他们回血，还能加状态。它跟刚才的 Kokona 比呢，各有千秋。Kokona 的费用很低，而且还可以给自己回血。Nodoka 是一个后排，不需要给自己回，但是它是固定范围内不断的提供一个长时间的回血 buff。作为一个奶妈也是相当强力的，而且它在竞技场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最后就是 Kazusa、Iori 和 Hibiki 了，这3个我放在一起说，是因为他们3个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就一句话：强，强就是强，至于有多强，谁用谁知道。也就是说啊，这个限定池子中拿一个大叔，然后瓦卡帽最好也有，在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下，我现在列出来这些人呢，你拿的越多越好。当然了，左上角那2个是更好。最后要提醒一句啊，不管是日服的代理运营还是国际服的直营，都是严格打击买卖初始号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刷初始号的话呢，运营甚至是鼓励的态度，减少初始号的过剧情的时间之类的，通过这种方法来增加你刷初始号的便利程度。这个主要是由于要维护游戏生态啊，方便运营圈钱，这句话划掉的角度，所以呢，他们禁止账号交易。虽然你交易了不一定会被发现，但是呢，珍惜手下可爱学生们的老师啊，我的建议呢，您还是多花那么几个小时，绝对能刷到不错的初始了。好了，这一期就说到这儿啊。本频道就是这么一个有点自说自话的围绕布鲁阿卡展开话题，但却是泛二次元的无所不提的不可名状的这么一个频道。如果喜欢呢可以点一个订阅。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